安东尼奥充分发挥了他纽约地下皇帝的身份，凡是被他通知到的帮派头目，无疑不是屁颠屁颠、兴高采烈的匆忙赶来。可是谁也没能料到，在唐人街等待着他们的，却是五花大绑外加臭抹布塞满嘴巴，最后再跟一帮兄弟单位的一把手、二把手一起抱头蹲在烧鹅店的2楼角落。随着人到的越来越多，安东尼奥心里愈发慌乱。趁着上一波人刚带到2楼，下一波人还没来到的空档，他忍不住可怜巴巴地问叶晨：“叶先生，这些帮派老大都被我骗去了叙利亚，我一个人算是把整个纽约的帮派老大全卖了。回头大家到了叙利亚，他们要是合起伙来打我，我不会就死在那里了吧？”叶晨笑了笑，问他：“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”安东尼奥吞了吞口水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您看我都这么配合了，要不就留我在纽约，为您和那位强仔鞍前马后吧。”叶晨反问：“留在纽约就不怕人找你报仇了？你把这些帮派的老大都骗去了叙利亚，你猜他们的家人会不会找你拼命？”安东尼奥嘴角抽了抽，试探性地问：“叶先生，要不您干脆放我回西西里岛吧？”叶晨拍拍他的肩膀，淡淡道：“行了，安东尼奥，别他妈做梦了。你们西西里好男儿遍布全欧美，就是没人去叙利亚建立一番事业，你不如就代表西西里人民去一趟，也算是替西西里人民争光了。另外，至于你的安全问题，你也不用担心。你们要去的地方虽然是落后了一点，但好歹也是讲法治的地方，主打一个谁打人谁挨打，谁杀人谁偿命。楼上那些人里，谁要是真把你杀了，我的老朋友哈米德司令肯定会替你报仇的。不像纽约，你杀了这么多人，纽约还能让你一直逍遥法外？把你留在纽约，你肯定活不过1个礼拜。”安东尼奥见叶晨铁板一块，完全不给自己一点松动，心里已然一片死灰。不过叶晨的话倒也给了他聊胜于无的一点点安慰，这感觉就像是大家一起蹲监狱，好歹还有狱警和典狱长震慑大家，让大家不敢太过放肆。只是这次自己真是把楼上这帮人得罪死了，以后就算是还有机会回纽约，怕是也没什么好日子过。持续不停的绑人，一直绑到了清晨时分。在燃烧天使之后来的那些帮派老大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就直接被绑成了大闸蟹，嘴也被堵得死的，想问个原委的机会都没有。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一向信赖的老板，西西里的骄傲大名鼎鼎的安东尼奥扎诺，为什么要把他们骗到这里五花大绑？而叶晨也没有跟他们废话，人来了直接捆上扔楼上，让强仔盯着，谁敢动、敢挣扎、敢发出不该有的声音，直接一壶开水浇裤裆。开水浇裤裆听起来好像残忍，但跟这些帮派大哥们的手段比起来，还是要差得远。不过这种办法却出奇的有效，一壶开水摆在面前，几十个杀人不眨眼的帮派老大愣是没一个人敢造次。到了清晨，万破军带着10余名万隆店将士，乘坐协和式客机匆忙赶到纽约。万破军也不知道叶晨忽然让自己来纽约是有什么事情，所以一下飞机便一刻不敢耽搁，直奔唐人街而来。待万破军抵达之后，在1楼见到叶晨，便立刻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着急让属下过来，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指了指一旁的安东尼奥，开口道：“这位是纽约黑手党的老大，你们认识一下，楼上还有不少纽约帮派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你一会儿也一一打个招呼。这帮人骨子里贱，我一个人搞定他们，他们反而不服气，就得你这种有名气、有背景、有团队的人来，才能真正镇住他们。等天亮之后，
你带着他和他的小弟们一起乘船离开美国，然后转机去叙利亚，直接交给哈米德。”万破军立刻点头说道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给属下，或者让属下转达给哈米德司令的？”叶晨看了安东尼奥一眼，道：“这位安东尼奥是绝对的西西里好男儿，不过就是腿瘸了一条。告诉哈米德，叙利亚医疗条件有限，就不用费心给他治了，找个木匠给他打副拐就行。哈米德那边一直在修建工事，肯定缺劳动力，瘸了一条腿也不耽误他干活。”安东尼奥听到这话，恨不得当场死在这里。拼搏一生的他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如今会沦落成这番田地。这时，叶晨又让强仔去楼上，将阿曼拉莫维奇也带了下来。阿曼拉莫维奇是见过世面的，见到万破军的那一刻，便立刻认出了他。这一刻，阿曼拉莫维奇的心中自然是震撼无比。万没想到叶晨能对万破军挥之即来。昨晚到现在不过几个小时，万破军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出现在纽约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叶晨让强仔将阿曼拉莫维奇带到跟前，授意强仔将他口中的抹布抽了出来。阿曼拉莫维奇连忙恭敬地说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找我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指了指万破军，淡淡道：“你不是一直好奇我和万隆店的关系吗？现在万店主来了，让他跟你说一说。”万破军表情一凛，生怕阿曼拉莫维奇说过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，立刻开口道：“叶先生，万隆店上下均为您马首是瞻，此人若是出言不逊，诋毁叶家，请您下令让属下给他长长记性。”阿曼拉莫维奇吓得魂不附体，看来自己猜的确实没错，不是叶家被万隆店征服，而是叶晨征服了万隆店。至于万破军，他的心里也诚惶诚恐。当初在叶灵山，自己夜郎自大，竟然要将叶晨父母挫骨扬灰。若不是叶晨大人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恐怕自己已经去世的父母也会因自己而受到牵连。更何况自己当日自断经脉，若不是叶晨出手，自己现在依然是个废人，又怎么会接连突破，成为暗境高手？所以每每想起当初，万破军心中都羞愧难当。关键叶晨又过于低调，明明是万隆店臣服于他，他非要对外宣称是叶家散尽家财求万隆店高抬贵手，所以万破军心里更是难免惶恐。他恨不能告诉全世界是自己输了，可叶晨偏要告诉全世界赢的是他。万破军的话一出口，阿曼拉莫维奇也是惊恐不已，他赶紧惶恐无比地赔礼道歉：“对不起叶先生，我也是听信外界传闻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我要是跟你一般见识，早就学你的手段，让安东尼奥把你干掉了。”说着，叶晨看向安东尼奥，问他：“安东尼奥，我给你一个提议，如果你愿意把阿曼拉莫维奇干掉，我就让你留在纽约继续掌管扎诺家族，你觉得如何？”安东尼奥一听这话，完全不管叶晨说的是真是假，整个人没有半分犹豫地脱口说道：“叶先生，只要您给我一把枪，我现在把阿曼拉莫维奇的脑袋打成马蜂窝。”阿曼拉莫维奇脸色顿时一片惨白，他不知道叶晨是否真有此意，毕竟自己几个小时前还动过借刀杀人的主意，想借安东尼奥的手干掉叶晨。如果叶晨也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那自己铁定要死在安东尼奥手里。叶晨见阿曼拉莫维奇一脸恐惧，便笑着说道：“你不用这么害怕，我都说了，我不会跟你一般见识。”阿曼拉莫维奇顿时松了口气，此刻的他
已经完全不在乎是去叙利亚还是去阿富汗，只要能让他活命，去哪他都愿意。叶晨看着他，认真道：“阿曼拉莫维奇，你跟楼上那些帮派老大，还有这个西西里出来的安东尼奥不一样，他们都是一些上不来台面的小虾米，但你毕竟是个寡头，想来你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勇有谋，只是这2年年纪大了，逐渐被美色冲昏头脑。”阿曼拉莫维奇羞愧不已地低下头去，他也早意识到自己2次栽在叶晨手上都是因为女人，不过他也并非真的见色迷心，主要是2次除了女人之外也都有些其他想法。他想在西欧赢得应有的尊重，所以才想迎娶海伦娜。他想在纽约迅速站稳脚跟，所以才想跟安东尼奥的家族联姻。说到底还是时局所迫，他是个寡头不假，但他的身份背景在西欧和北美也确实被人排挤。光有钱有啥用呢？虽然自己能住在英国最好的房子里，但就算是英国3岁的小毛孩也敢在电视镜头前辱骂自己，让自己滚出英国。就在他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颓废不已的时候，叶晨又开口道：“曼拉莫维奇，东欧和西欧都不适合你，欧美更不适合你。不过你可以在叙利亚寻找人生下一个发展方向，到时候我会让哈米德重点关照你。如果你能获得他的赏识，说不定可以在叙利亚找到人生的新目标。”在叶晨看来，哈米德是草根出身，阿曼拉莫维奇也是一样。哈米德是靠枪杆子打出了一片天，阿曼拉莫维奇则是靠脑子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寡头传奇。若是这2人能够达成合作，一定能够得到非常正向的结果。当然，阿曼拉莫维奇可能瞧不上哈米德那1亩3分地，不过眼下的他没别的选择。叶晨会强行拉低他的预期，让他把哈米德当成人生的新机会。这就像给一个眼高于顶的有钱人找对象，他想要高的，要瘦的，要美的，要大的，要嫩的，要紧的，要会的，要纯的。但这对叶晨来说都不要紧，他会用他的手段，把这个有钱人的要求从一大堆有的没的，一步到位压缩成只剩一个，活的就行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订阅。